洛克王国真的做的比宝可梦好吗？今天我这个纯血宝孝子带大伙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先说结论，洛克王国把 NS 上历代宝可梦的优点都做了进去。开卖前先亮个身份，645小时宝可梦珠，207小时剑盾，150小时阿尔宙斯，130小时钻石复刻，85小时全清 ZA 本体，30小时 Let's Go 伊布。不是老资历，但是 NS 上的宝可梦我都尝试了一下。先说大家超的最厉害的一点，洛克王国所有精灵都能骑乘互动，甚至一次还能骑2个人。你以为宝可梦没做过吗？他确实没做过，但也不是一点尝试都没有。在去吧皮卡丘伊布这一代里面，有很多宝可梦都是有骑乘互动的。喷火龙你可以骑，拉普拉斯你可以骑，卡比兽你可以扒在它的肚子上。在我短短30个小时的游戏时间里，我还骑过风速狗烈焰马、化石翼龙、大岩蛇等等一大堆。我看的论战里都没有人提过这个游戏。这个系统它不好吗？很好啊！你看它在洛克王国里面评价有多高，这么好的系统，那剑盾一定有吧？没有喽，对，没有了。剑盾给你一个全地形可用的自行车，阿尔宙斯每个地形给你一只宝可梦用，珠子给你一个全地形可用的神兽，不过这个后面买了 DLC 能飞还可以。ZA 给你一个没有喽，在这个城市里你只用跑的哦，不想跑的话只用出租车哦。这就是 GF 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好东西只是这一做的好东西，后面就没了。那剑盾在干嘛呢？它在优化模型，而这个更新模型依照珠子这一代还在优化。你用 NS2 连上大屏幕能看到美纳斯身上的每一片鳞片，但我还是那句话，就你 NS 这个机能，这个优化对游戏体验的改善很有限呐。那剑盾的优点是什么呢？那当然是好看的裙子啊。说实话，剑盾的暖暖系统是真的有说法的，也就是画质有限制，不然和洛克王国5开不是问题。可到了珠子呢，只有一个校服，去哪儿都得穿着校服，裙子直接从这个世界观消失了。合理怀疑是视角太自由了，不能给小孩子看这些。好不容易到了北上乡有个浴衣穿，但你回过味儿来才发现这是个付费 DLC， 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好看，但是得加钱。而阿尔宙斯的服装一言难尽啊，但穿越到古代我就不挑你理了。然后到了 ZA 更过分了，你见过什么叫裤裙吗？反正这种正面是裙子背面是裤子的古神造物我这辈子没在现实里见过。咱看看别的，洛克王国的金币系统是你抓精灵在传送点对话给你结算金币，抓的越稀有给你的越多。这个系统呢宝可梦也是有的，是阿尔宙斯的。洛克王国的图鉴系统，每一只精灵都有一些要完成的特殊条件，阿尔宙斯一样有，但我看都没什么人说。这个系统相当有趣，增加了游戏可玩度，但是呢一样没有被沿用下去。珠子你说是阿尔宙斯平行开发的，所以没有，我不挑你脸。但这个同样叫宝可梦传说的 ZA 怎么就没有了呢？然后是跟随系统，在那个完全没眼看的珍珠钻石复刻里，是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携带的6只宝可梦全都放出来一起跟随你的，虽然限制很大，但是可以。而其他几代呢，阿尔宙斯放出来只能在那傻站着，珠子只能放1只， ZA 只能放1只，要一起出来你就得坐在那个长椅上。那洛克王国呢，全场景全精灵全可跟随。真的，我玩洛克王国的过程中那真是充满了既视感。这个系统是哪的，那个系统是哪的，说画面那会扯到机能上，这个没啥好说的。但是我真的是洛克王国越玩越觉得宝可梦你是真的不争气啊。